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费先生。最近，美国的媒体呢，把世界各国列装的先进武装直升机呢，做了一个排序。这其中呢，美国和俄罗斯都有2款以上武装直升机呢进入榜单，其中中国的武装直升机武直10也进入了这个榜单。那么，美国的媒体到底对这些武装直升机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评述和排列呢？据美国媒体军事观察网站报道，先进的重型攻击直升机被认为是最复杂、最昂贵的军机之一。当然，武装直升机不是飞机，它和飞机呢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挂载武器的飞机很多，但是现在列装的武装直升机的种类很少，很多国家的军队甚至根本就没有这种装备。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武装直升机，它的主要使命任务是什么？就是对地攻击，打击地面的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，尤其是反坦克、反装甲。那么目前世界上最强悍的武装直升机，或者是性能水平最高的武装直升机，大概有多少种呢？也就是10来种。美国的媒体把这10几种武装直升机做了一个排序，位列前几名的机型有这么几个：俄罗斯的米24磁陆攻击直升机、K-52短吻鳄武装直升机、米28浩劫武装直升机，美国的 AH-64E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，以及中国的武直10M 武装直升机。那么这几款无人机呢，都认为是排进前5名的。但是这个排序有道理吗？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。武装直升机到目前为止呢，一共发展了2代，它和战斗机不一样，因为它诞生的时间比较晚。第一代的武装直升机诞生于越南战争期间，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 AH-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。那么这款武装直升机服役到现在还在使用。那么到了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，美国开发出了第2代的武装直升机，也就是 AH-64系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。而同时代的前苏联和俄罗斯呢，也都在积极的开发自己的武装直升机。和 AH-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同代的有苏联的米24磁陆攻击直升机。那么这2款第1代的直升机在阿富汗战争、海湾战争、两伊战争都有相当优异的表现。但是和第2代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，像比如说 AS-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相比呢，他们的技术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了。这里体现在几个方面，一个是动力装置，第2个呢机载航电系统，第3武器系统。那么动力装置的改进，除了新的涡轴发动机装在了武装直升机上，另外它的旋翼系统、减速器也做了较大幅度的升级，因此它们无论是飞行性能，甚至呢对地打击能力和空战能力都有了较大幅度提升。和 AH-64E 阿帕奇能够并列的是俄罗斯的K-52短吻鳄和米28浩劫武装直升机。这2款武装直升机应该说各有千秋，水平也相当，和美国的 AS-64差不太多，可以说都是第2代武装直升机中的佼佼者。那么世界上有没有第3代的武装直升机呢？曾经开发过，就是美国的科曼奇，但是最终下马了。因此到目前为止，世界上先进的武装直升机依然以第2代的为主。那么中国的武直10它属于第几代的？我们搞得比较晚，但是很多技术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，完全可以列入到第2代先进武装直升机的行列。只不过它的个头要小一点，动力装置呢也弱一点，但是和米24磁陆武装直升机相比，无论是它的机动性、攻击能力，还是它的技术水平，都应该说高一个档次。美国现在把米24也排到这个榜单里呢，应该说排第1是不合适的，排到后面应该说还可以。那么这个榜单没有把法国、德国联合开发的虎式武装直升机列入，也没有把意大利搞的还有南非搞的武装直升机排到榜单里，而是把中国的武直10排入榜单，说明中国的武直10武装直升机总体性能和技术水平都是比较先进的。这篇文章称呢，攻击型直升机依然是中国落后于美俄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。尽管武直10的总体性能不如阿帕奇或者是俄罗斯的武装直升机，但是呢，在技术上有了相当大的改进和改善。例如最新型的武直10的改进型武直10M，它的性能就令人生畏。它采用了更强大的 WZ16涡轴发动机，取代了旧的 WZ9 涡轴动力装置。
可以携带16枚反坦克导弹。那么这个攻击能力可以说不亚于阿帕奇或者是卡5-2，起码呢已经缩短了双方之间的差距。另外呢，美国媒体还提到，中国的5-10有一个显著的优势，那就是易于维护，运营成本比较低，而可靠性呢相对比较高。随着该机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性能差距不断缩小，那么这一优势呢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